你爸这死性不改，老娘不伺候了。婉婉，不是妈妈不带你，你跟着你爸享福，跟着我只会受苦。妈妈，你别走。甄婉婉，你记住了，放古代你可是你爸的嫡长女，把自己的东西死死收好了，绝对不能让你爸的财产都被外面的小妖精和小娘长的私生子给霍霍了，听懂没有？听懂了。那年我8岁，我妈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战斗的种子，拿着分走的一大笔财产潇洒出国了。而我爸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发户。他们离婚后，我爸陆续娶了第2任、第3任老婆，后来发现结婚分财产太亏，干脆不结了。于是，在这个家里，能叫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孩子一大堆。你干什么？那是我刚买的限量版。这是我妈以前的房间，谁给你的胆子搬进来？滚出去，不然连你人一起扔。凭什么你可以出国游学，我也要去？就凭你考着20分的脑子，哼！别以为掉2滴鳄鱼眼泪就能从我这分走资源。在智家，长幼尊卑，你最好早点学明白。婉婉不愧是我女儿，无父无犬女。你以后要是嫁人了，我是最放心的。就你这手段，国家绝对没人敢欺负你。没错，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我练就了撕逼的顶尖战略。所有后妈、小妈、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在我面前都只能战战兢兢。我随时准备在婆家大杀四方。唉，无敌是多么寂寞，豪门的生活真是枯燥且乏味。我万万没想到我嫁得太好了，这身满级的战斗力居然毫无用武之地。我和老公裴慈是大学同学，从校园到婚纱。裴家是真正的书香豪门，公公裴富利是医药集团董事长，婆婆苏皎月是医学院的硕士生导师，论门庭论资产都比我家高出好几个档次。婆婆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为人正派。其实我知道她对我的家庭背景不太满意，但架不住裴慈是个十足的恋爱脑。汪汪，你要是觉得在家里不自在，我明天就提议我们搬出去单过。我不想你受委屈。笑死老公，你对我的战斗力一无所知。我久经沙场，会怕这些？我还嫌这日子太平静了。这样相处了几个月，我们相安无事。正当我觉得贵妇的日子太无聊，转机来了。紧张？我是兴奋。又闻到麻烦的味道了？不是麻烦，是老熟人内心。裴莹莹44岁，我公公裴富里惦记了20年的白月光。半个月前，他突然回国，说是想家了。可我知道，白月光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回来，尤其是一个快没钱的白月光。待会儿别太累。放心，绿茶我见多了，他要是真敢把主意打到妈头上，那我就教教他什么叫有来无回。公公的继妹裴莹莹回国了，而且是公公裴富明亲自去机场接的她。哥哥，我终于见到你了。莹莹，哥哥，我好想你。哥哥，这些年我虽然受了很多苦，但还是想着你。今晚就是裴家专门为他举办的接风洗尘晚宴。
这就是经典的回国白月光啊，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莹莹啊，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漂亮，一点都没变。是啊，听说你在国外受苦了，以后回国了有什么困难，随时跟老哥们说。谢谢各位哥哥的关心。莹莹这几年在国外确实经历了一些事情，不过能回来看到大家，莹莹心里就很满足。这演技绝了，恰到好处的脆弱，欲擒故纵的眼神，这可比我爸那几个只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小乞婆高明多了。嫂子，我敬你一杯。这些年我在国外受了那么多苦，全靠你替我照顾哥哥，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来了，第一刀，一句话就把我婆婆20年的婚姻说成了替她守位子。说到底是我没福气，当年如果不是我先离开，如今站在哥哥身边的人原本也未必是嫂子。第二刀，如果不是我退出，轮不到你。莹莹，你身子不好，医生说不能干久，都是一家人。哥哥，我就是想谢谢嫂子，我知道我不该回来打扰你们，可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在国外做梦都梦见你。没事，都是应该的。第三刀，我才是那个忍痛成全的人，好一出当众逼宫，看我怎么收拾你！婉婉，你这是做什么？是婉婉，你胡闹什么？甲状腺癌术后能连干3杯香槟。刚才还在和王总说，国外的酒不如国内香。我婆婆才是裴家明媒正娶的女主人，要是真心疼她，就该让她早点休息。我散了吧。古王出手，寸草不生。婉婉，你刚才太冲动了。冲动总比受委屈强。老婆，你刚才摔爆了。现在知道你老婆厉害了？早就知道了，所以才非你不娶。昨天接风宴太精彩，裴莹莹那个老绿茶差点踩到妈头上，还好我砸了被子。老婆，我出差3天，你一点都不想我吗？别闹，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你要真想知道裴莹莹的事，可以去问明姨。明姨，她是奶奶的陪嫁，在裴家40年，最清楚当年的事，也一直看不惯裴莹莹母女。好主意，我这就去。我要穿最漂亮的那件。真是个小迷糊。明姨，浇花呢，我给您带了点新鲜水果。来了。哎，真言，你昨天可真是太勇敢了，换谁都不敢这么对裴莹莹。我就是看不惯她欺负我婆婆。明姨，当年到底怎么回事？我公公怎么会跟裴莹莹扯在一起？哎，裴莹莹不过是个拖油瓶罢了。拖油瓶？她不是姓裴吗？她本来姓陈，她爸是当年裴老爷子的司机。
当年裴家被报复，是他爸用命挡了一刀，临死前把妻女托付给了老爷子。老爷子出于愧疚，收留了他们。收留也就算了，可陈莹莹他妈根本不是省油的灯，趁老爷子老婆去世，爬上了他的床。这也太不要脸了吧！裴老爷子也是糊涂，居然跟他领了证，还给陈莹莹改了姓，供她上学。那年她18，少爷20。那我公公裴副理能咽下这口气？少爷一开始当然处处针对他们，可裴莹莹太会装了。滚！谁让你们进我们家的？你们就是一对寄生虫！别以为改了姓就是裴家人，拖油瓶永远都是拖油瓶！滚！裴副理是裴家独子，是未来裴家唯一的掌权人，他才是这家里最粗的大头，我必须紧紧抱住他。哥哥，这是我早上4点起来亲手做的便当，你带去吃吧。谁是你哥哥？别乱攀亲戚。现在对我越凶，日后就越容易心软。这点疼，这点难堪，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有的是耐心，慢慢磨，总能留在他身边。哥哥，快擦擦汗，喝点水歇一歇吧。不用。哥哥，这里好像装歪了一点点哦。你居然懂这个？哥哥，再坚持一下，烧很快就退了。我一直陪着你。你一直在这守着。只要哥哥能快点好起来，我累一点没关系的。天天做爱心典当，被扔了也不气。少爷喜欢赛车，他就学赛车；喜欢画画，他就学画画。典型的低位讨好型绿茶手段，持之以恒的渗透。久而久之，少爷那颗冰冷的心就被捂热了。好家伙，18岁就有这等心机和隐忍，这是打小就熟读绿茶的自我修养啊！能受得了常人受不了的委屈，才能图谋常人得不到的东西。这姑姑绝非善类，可不是嘛？这才是刚刚开始呢，后面的事情更让人毁三观。明姨，那后来呢？大少爷既然新房都瓦解了，那他们俩岂不是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18、19岁的小年轻，这不就是妥妥的干柴烈火吗？在一起个屁！少奶奶，您太小看这狐狸精的段位了。没在一起，那大少爷那么护着她是怎么回事？母女俩都是狐狸精，天天禁言就怎么拿捏男人了。那裴莹莹精着呢，她深知对于男人来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轻易得到的反而不会珍惜，所以她一边享受着大少爷的保护和偏爱，一边却死活不肯给句准话。傅离，你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可是裴叔叔要是知道你对我，他会打死你的。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是我在乎你的前途。傅离，答应我，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好吗？只要能每天看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您看看这小嘴多能说，一边拒绝一边又给个甜枣，硬生把大少爷套得死死的。这种似是而非的暧昧才是最要命。绝了，真是绝了！最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他这手欲擒故纵玩的简直炉火纯青啊！是啊，那几年大少爷就像着了魔一样，身边的名媛千金他看都不看一眼，整颗心全悬在裴莹莹身上。裴莹莹呢，享受着裴家大小姐的尊荣，享受着未来掌权人的独家偏爱，却不用背负任何骂名，还是个纯洁无瑕的好妹妹。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这不就是极品渣女的套路吗？用名分为枷锁，用眼泪做武器，吊着一个血气方刚的少男，这招确实比直接在一起杀伤力大100倍。这种女人要是放在古代的后宫里，绝对能活到最后一集。只可惜纸不就是包不住火的。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哪怕裴莹莹再一会掩饰，大少爷那藏不住的眼神，迟早是要出事儿的。后来东窗事发了，老爷子抓包了。何止是抓包，简直是家里发生了10级大地震。老爷子那雷霆之怒，差点没把屋顶给掀翻了。你们在做什么？被发现以后，裴老爷子差点气死。
如果传出去，裴家脸往哪儿搁？老爷子当场摔了茶杯，把少爷打得背上全是血印子，关了半个月，不许见裴莹莹。那裴莹莹呢？她就没反抗？她最会装，在祠堂外头跪了一夜，哭着说都是她的错，谁看了不说一句痴情？好一招以退为进，她越委屈，裴富丽就越心疼。老爷子看出来再拖下去，少爷得疯魔，干脆快刀斩乱麻给她定了婚。和我婆婆？对，和皎月小姐。苏家是正经书香门的，她人长得好，学业也好。那我婆婆还知道裴富丽和裴莹莹的事吗？知道个大概，但不知道那么深。再说了，皎月小姐那时候一直喜欢少爷。订婚那天，皎月小姐穿淡粉色旗袍，笑得特别好看。可少爷全程冷着脸。这20年，他什么都不说，自己扛，越体面越叫人心疼。原来不是婆婆不够好，是她从一开始就拿到了一段不公平的婚姻。后来呢？裴莹莹出国就消停了。消停？她表面上出国读书，实际上一直没断过联系，动不动就说哥，你要幸福。原来如此，不怕她坏，就怕她坏的有技巧。她不来抢，只提醒你我还在，让你愧疚。但真正把这个家搅出深坑里的是后来裴家那场大危机。什么大危机？这样吧，我整理一下，明天你再过来。好，那我明天一早再来找您。大概是他们结婚后第3年，裴家生意扩张太快，又被人做局，资金链一下子断了，银行催贷，合作商逼款。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裴老爷子急火攻心，突发脑溢血倒下了，家里乱成一锅粥。少爷白天公司医院两头跑，整个人瘦得脱了相。那我婆婆呢？皎月小姐那会儿刚生完裴慈没多久，月子都没坐稳，就开始四处求人筹钱，帮着稳住家里。这才是真正的共患难。那裴莹莹呢？她做了什么？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当年的事儿，外头一直传是裴莹莹为了帮裴家，不惜牺牲自己嫁人出国，换来了资金和喘息的机会。连少爷都这么信了20年，难道不是？当然不是，真正的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老爷子病倒前留过一本私人日记，那次裴家快撑不住的时候，几笔救命钱从哪儿来，又流到哪儿去，全都记在里面。来，坐下谈。在老宅地下室最里面有个旧物间，靠西墙有个吊漆的樟木立柜，最底下一层抽屉是假的，得先把上头那只青瓷花瓶往左拧半圈，按扣才会开。里面有个黑色铁盒，日记就在铁盒里。一个埋了20年的秘密，只要拿到铁证，就能把裴莹莹死死钉在耻辱柱上。偷听？少夫人，我没有，我就是路过。路过到门口，把花架都撞响了。裴家什么时候连路过都得把耳朵贴到门上了？我不管你是在替谁办事，记住一件事，这里是裴家，不是菜市场。主人说话，佣人偷听是犯大忌的。今天我当你是第一次，给你留脸。再有下次，你就别在这干了。是。看样子裴莹已经察觉了，那本日记要是被他先找到，他不是察觉，是起疑了。一个靠谎言活了20年的人，一旦闻到真相的味道，第一反应绝不会是坦白，而是销毁。今晚我必须抢在他前面动手。婉婉，今天阿琴不懂规矩，惹你不高兴了吧？我已经说过她了，小姑娘年纪小，不懂事，你别和她计较。好一个以退为进，他这是在告诉我，阿琴是他的人，他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他想试探我。姑姑说笑了，裴家的佣人懂不懂事，我这个少夫人教就是了，哪轮得到外人替我管。婉婉，你说话别这么夹枪带棒。婉婉说的也没错，家里规矩不能乱。
哥，我忽然想起酒窖里是不是还放着一瓶98年的红酒？我这些年在国外一直忘不了那个味道。今天心口闷得厉害，睡不着，想喝一小口压压。大半夜喝什么酒？你身子不好。喝一点嘛。哥，你陪我去拿好不好？我一个人下去害怕。这个女人根本不是想喝酒，她是算准了今晚，故意设局借裴府里的手来抓我偷翻长辈遗物的现行。不听话的女人，果然在这儿。你非要说这边有动静，哪里有人？哥，这门开着，会不会进贼了？没人，酒在外面酒窖，走吧。哥，我脚软，你先去拿，我在这缓一缓。什么声音？估计是野猫钻进来了，别自己吓自己。走吧，赶紧回去拿酒。这老绿茶鼻子真灵，差点被抓现行。走，此地不宜久留，待会房间再开。是转账凭证。先看日记。裴子，你来看。有人先一步动过他，故意撕了这几页，这人得是多心虚。等等，有压痕。压住边角。真正救裴家的是我婆婆，她怎么敢顶着这种事在妈面前耀武扬威20年？这几句话不是随手写的，老爷子全知道，但他没说，一个字都没说。可他为什么？估计是怕爸受不了，怕裴家丢人，所以宁愿让妈背一辈子骂名，也让卷钱的人当圣人。太恶心了！合起伙来把我婆婆困了整整20年。爸应该不知情，如果他知道，不可能容忍裴莹莹谢恩。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妈受的委屈必须有人还。先别急，光凭这些够看清真相，但不够一击致命。铁证如山还不致命？他最厉害的是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只要这层皮还在，爸就可能心软。我们要死，就把他的伪装一起罢了。那就继续查，查他在国外到底干了什么勾当。在查清之前，连妈都不能说，以免打草惊蛇。那女人鼻子比狗还灵。婉婉，我能进去吗？妈，您快进来。莹莹刚才来过，她说这是府里送她的第一条项链，如今又回到了她手里。她有病吧？大半夜跑来恶心人。她还说，人和东西一样，真正属于谁，最后总会回到谁身边。妈，你没欠她，你退一步，她进10步。体面不是武器，刀子才是。婉婉说的对，你是裴家女主人，没人有资格跑到你面前说这些。爸糊涂，我们不糊涂。有些东西习惯了，很难改，但我明白了。别留着，晦气！他要再拿来膈应你，你就原样砸他脸上，别给他观众。他在试探，他开始急了。
说明他回国绝不只是酗酒那么简单。立刻查裴莹莹近10年的海外资产、婚姻和债务记录，越细越好。裴总，这个人我们试探过，不太对劲。他的公开信息被人刻意处理过，几条线一追就断，不是单纯有钱能做到的，背后有人在帮他折。查不出来，会很难，需要时间。一个靠卖惨活着的女人，居然有人费尽心思替她善后。看来他在国外藏了见不得人的大雷。Aren't you tired of hoping the right candidates see your job posts and apply? It's like trying to find a needle in a haystack. That's why you should try ZipRecruiter for free. 把梯子架到那个门口，那里要打通。婉婉，你起了啊？我心脏不好，医生说忌讳压抑，我打算把这间储物间打通，住得宽敞些。停，这活今天你们干不了。这里不是酒店，裴家任何改动都要屋主同意，那是我妈的画室，谁允许你碰的？我只是想住得舒服点，你非要连我病都容不下吗？给你住不代表你能抢，一个暂住的客人也想登堂入室？真枉我是傅里的妹妹，名义上的。陈秀秀，你别太过分！过分的是你。裴家真正的女主人是苏娇月，你用的哪一样不是裴家给的体面？给你脸，不代表你能不要脸。你们别听他的，我说了算，给我砸！我看谁敢！今天谁敢碰这面墙，1分钱拿不到。莹莹，去把画室门锁死，谁也别想进。哎，好。婉软，你非要逼死我吗？莹莹，陈叔叔，他是个病人，这个家就这么容不下他。爸，您骂我之前，不如先看个东西。您不是最讲事实吗？动作麻利点儿，今天必须动哥，我刚才只是勉强撑着，不想大家担心，后来情绪激动才发病的。是啊，您的心脏病还挺稚嫩，专挑我爸进门那一刻发作。婉婉，你不能因为一段视频就说我装病啊！够了，既然身体不好，就别折腾装修了，都回去。工程取消。我知道了，哥。你手怎么回事？没什么，都是以前留下的，不碍事。欲盖弥彰。你在国外受苦了。这老妖婆装完病又开始装受虐白莲花，不对劲。如果是以前的旧伤，绝不是这个颜色，这伤鲜艳的像刚画上去的。装可怜，我让你装不下去。以前留下的？什么叫以前留下的？哥，别问了，都过去了。我不想再提，越说不想提，越是勾着别人问。这套以退为进，玩的真是炉火纯青。是不是王家那边的人做的？他脾气不好，喝了酒就动手，推我、拽我，拿东西砸我，我身上很多伤早就数不清了。我这次回来不是想争什么，我只是撑不下去了。每次挨了打，我都在想，要是当年我没有走，留在你身边，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好家伙，连哥都不叫了，这是当着正妻的面把旧情抬上桌逼宫啊！王家二少敢这么对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哥，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你已经有了家庭，我算什么呢？我只是不想再打扰你。人被打久了真的会怕。现在我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晚上也睡不着，听见男人大声说话就会发抖。简直无法无天！王家真当裴家没人了吗？哥，你别冲动，他家在国外也有势力，你贸然出手会影响公司。影响公司又怎么样？你受了这么多年委屈，裴家不可能不管。我明天就让法务联系国外查王家。这淤青鲜得跟颜料一样。等等，3天前，那可不好说。老袁，你什么意思？婉婉，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这种事儿，我总不至于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吧？姑姑，您这伤看着确实挺严重，不过在替您讨公道之前，我忽然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正好，咱们大家一起看看。这是姑姑您3天前发的朋友圈，定位三亚。不太巧的是，您那条很多年前留下的伤，3天前居然根本不存在。照片是有滤镜的，滤镜能磨皮调色，什么时候能把一大块淤青直接磨没了？而且这是动态截图，总不能是海风把伤吹散了吧？你偷看我朋友圈干什么？别急啊，姑姑，戏还没唱完呢。真正的旧伤会从青紫变黄变绿，边缘散开，不会像您这样颜色鲜得跟刚画上去的。而且位置深浅都这么工整。你胡说！我胡说？那您解释解释。3天前还在三亚乘风破浪，今天怎么就冒出一块旧伤了？我涂了遮瑕，我那天拍照涂了遮瑕，所以看不出来，这不行。行，当然行。那您用的什么牌子的遮瑕？防水、防汗、防海浪，还防高清连拍。建议直接申请专利，拯救全球美妆行业。裴莹莹，你真当所有人都是傻子？拿假伤装可怜，编家暴故事骗同情，还把我婆婆逼得说不出话。好，我知道了，你们全家都容不下我，我回来就是个错误，我还不如死在国外算了。我走，我现在就走。站住！婉婉，向你姑姑道歉。爸，您认真的？他是长辈。就算他有不对，你也不该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羞辱他。所以您的意思是，长辈撒谎可以，我拆穿不行？婉婉，注意你的态度。我态度怎么了？他装病造伤编家暴您看不见，我拿证据拆穿您倒觉得我过分？爸，你什么时候开始只靠眼泪判断是非了？不管怎么说，他这些年在国外。在国外怎么了？他说被家暴您就信，他哭2声错的就成了别人。裴慈，你也这么由着他胡闹？爸，真真没有胡闹，他说的都是事实。事实？一张朋友圈照片就算事实？你们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吗？傅里，简月，你……简月没有说错。如果莹莹真的受了苦，裴家出人出力出钱，我都没有怨言。可前提是，她说的是真的。小月，莹莹她今天情绪不好，情绪不好不代表可以撒谎。既然没有说实话，就该问清楚，而不是逼着揭穿谎言的人道歉。嫂子，连你也不信我吗？我只是太害怕了，我不想再提国外。那就查。你既然说自己清白，那正好还你公道。出入境记录、消费记录、就诊记录，现在信息留痕这么完整。真相总能查到。嫂子，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逼到这种地步？逼你的不是我们，是你自己说的话，前后对不上。哥哥，连你也要任由嫂子和婉婉这样怀疑我吗？够了！今天这顿饭到此为止。哥哥，可算有人说句公道话了。妈，展专，你等一下，来我房间一趟。
婉婉，你是不是查到了什么？妈，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很难听，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当年裴家资金链断裂，老爷子脑溢血住院，外面都传是裴莹莹为了裴家牺牲自己，远嫁国外换来了转机，可实际不是这样。老爷子的私人日记最关键的一页被人撕了，但裴慈用铅笔踏出了下一页的笔痕，这是和日记放在一起的转账凭证，时间、账户、金额全对得上。当年真正倾家荡产拿钱救裴家的不是裴莹莹，是您，而他是在裴家快断气的时候卷走了最后500万跑了。妈，怎么会是这样？我当年把我爸妈给的房卖了，怕府里有压力，没敢说是卖房，只说是借的。我把嫁妆首饰能折的都折了送过去，可后来所有人都说是他救了裴家，连府里都默认了。他看他的眼神总带着愧疚，我以为是我占了他的位置，我连委屈都不敢委屈啊！不是您可笑，是他们太恶心，你没有欠任何人。怪不得当年钱送过去后，老爷子神情不对。怪不得府里后来问我钱的来历，我说是借的，他就沉默了。他们都知道，至少老爷子知道。婉婉，谢谢你，这一次我要让他连本带利全部吐出来。国外那边有消息了，侦探撬开了背景，裴莹莹根本没被家暴。这叫被家暴？他这日子过得比大部分人做梦都奢侈。没有报警记录，没有医院验伤记录，王家那边对他的评价一致，任性，花钱狠。这是他近3年的高消费流水，珠宝、赛马、拍卖，单笔100万很常见。他不是回来避难，侦探说他最近变卖资产，说明资金链断了。他是回来找夏家补窟窿的。8九不离十，只要再给我点时间，他跟王家的真实关系、资金往来都能查个透彻点。够了，至少现在已经够让我看清他了。燕窝要现炖的，鱼羹不能有腥味儿。午饭记得做佛跳墙、松鼠桂鱼，再加一道开水白菜，清淡点。我最近胃不好。是吗？我还以为家里来了个太后，大清早的这点满汉全席呢。婉婉，你这孩子说话还是这么直，我也是心疼哥哥，想让他吃得好一点。这么烫，你是想烫死我吗？我刚端出来，怕凉了。怕凉了？你在裴家做了几10年，连温牛奶都不会。你这种做事的态度，换10倍都没用，废物！就算你昨晚知道了什么又怎样？我照样能在这个家作威作福。甄松手，你干什么？这话该我问你，你想干什么？你松手！我不过是教训一个佣人，轮得到你插手吗？教训？在裴家对着伺候了几10年的老人抬巴掌，这也叫教训？裴莹莹，这里是裴家，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明姨在裴家待了40多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便对她动手。我是裴家的人，我和哥哥……闭嘴！在这个家里，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规矩得分清。我婆婆是裴家明媒正娶的太太，我是裴家正儿八经娶进门的儿媳妇。你呢？归国探亲的姑姑，还是打着旧情旗号回来作妖的外人？你太放肆了！他做错了事，难道还不能说吗？你这样羞辱我，是不是巴不得赶我走？你少偷换概念。牛奶烫了你可以说，可你扬手打人就是另外一回事。这牛奶真有那么烫吗？你不是喝了一口才发作？怎么，舌头没烫坏，脾气倒先烧起来了？你昨天还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今天倒是中气十足。要不要我现在就给爸打电话，让他回来看看他的受苦病人是怎么耍威风的？婉婉，你怎么能这么看我？我只是身体不好，一时着急。一时着急就可以打人？那我今天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脾气不好？刚才甩你那一下纯属情绪不稳定。婉婉，明姨年纪大了，受不得惊吓。太太，我没事。今天我把裴家的规矩立在这儿。第一，裴家不兴打骂佣人这一条，谁敢摆封建主子的婆，别怪我不给脸。第二，客人就该有客人的自觉，住在别人家里就安分一点。好，今天算我不对，我道歉行了吧？不是向我道歉。明姨，对不起，是我失态了。莹莹，既然身体不好，就回房休息吧。厨房这边不劳你费心了。
立刻给我找个机灵的人，我要放在这该死的裴家。嫂子、展展，你们回来了。我这几天不舒服，就自己找了个小保姆。这是小丽，老实本分，我已经让她住下了。家里人手够，不必再添了吧？婉婉，你别多想，我只是想少给家里添麻烦。既然人带回来了，总得先把规矩说清楚。是，少夫人。在裴家做事，不该进的福间别进，手脚得干净，脑子也得干净。要是谁把外面的歪心思带进来，裴家的门能开也能关，明白吗？明白，明白。小丽，2楼栏杆这么脏啊，顺手擦到主卧门口了。我看这里落了灰，第一次我当你不懂规矩，再有下次，别怪我不留情面。裴莹莹急了，安插个眼线，想找我们的把柄。他们是想找证据。既然他这么想看，索性我们给他看点东西。只要他的人敢进来，那他就别想再抵赖。行，我配合你。妈，那份文件您还是别放书房了，太显眼。那放哪儿？先放我房里吧，毕竟牵扯到裴家财产公证重新分配，谨慎点总没错。裴莹莹，你不是喜欢玩阴的吗？那就陪你玩一把。婉婉，万一他不上钩呢？他都快馋疯了，不可能不上钩。他还拍照，裴家绝不养贼，所以这次谁都别想再装无辜。妈，我们掉头回去。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家里有场好戏，怕错过。小丽，你说呢？少夫人，我不知道您说什么。不知道。下午2点32分，你进了我的房间，打开牛皮纸袋拍了3张照片，还要我继续说吗？婉婉，小丽也许只是去做卫生，怎么成偷东西了？拿着手机给卫生拍遗照吗？不是我想看的，我就是好奇。好奇到偷拍？还是说你背后有人指使？看我干什么？自己做错事儿还想攀咬我？姑姑，人是你带回来的，照片是他拍的，现在你想撇干净？我也是被他骗了，我也很震惊。从今天起，你再敢靠近裴家一步，我就报警告你入室盗窃！滚！你们以为我愿意来啊？要不是裴小姐说只要我帮她盯着，拿到钱就给我10万块，她急着要一大笔钱，不然她就完了。你胡说八道什么？裴莹莹，原来你不是回来叙旧，你是缺钱缺疯了。小丽临走前喊出来了，裴莹莹说她在国外的窟窿堵不上了，急着要一大笔钱，她那张脸上写的分明就是缺钱2个字。她终于露出真目的了。继续查，重点查他近3年的海外投资负账户往来，还有他名下所有抵押记录，最快速度出结果。你爸那边呢？他今天有没有起因？有，但不够。对他来说，裴莹莹身上最有杀伤力的是当年的旧账。哥哥，我有个朋友在加拿大做生物医疗基金，专做高端药物市场。如果不是我实在信得过你，我也不会第一时间想到裴家。具体资料呢？我都准备好了。当年裴家最难的时候，我都没想过离开。现在我好不容易攒下资源，当然想帮你一把。你若不信我，就当我没说。先投多少？前期不用太多，2000万就够了，只是试水。2000万，他真敢开口。
这2000万谁准你动的？裴慈，注册地在开曼，实控人模糊，担保条款空白。爸，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你也敢签？公司是我的，我做决定还需要你批准。阿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是为了裴家好。为了裴家好，拿2000万去填他自己的窟窿，也叫为了裴家好。财务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没有我的签字，这笔款出不去。裴慈，你现在连我的决定都敢拦了？我拦的是风险。如果有人想钻空子，借裴家的名后套现，这笔钱1分都别想动。阿慈，你怎么能把我说的这么不堪？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回来骗钱的骗子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哥哥，你听到了吗？我为你考虑，他却防我防到这地步。早知道让你们闹成这样，我宁愿什么都不说。给你姑姑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因为我不肯让裴家当冤大头。放肆！他是你长辈，后果我来负责。你拿什么负责？负责得起董事会的质询，还是股东的损失？公司不是给你还个人旧情的工具。哥哥，我真的没有。当年裴家最难的时候我都没走，难道现在我回来就只是为了钱？从现在起，涉及董事长指令的大额投资全部暂停执行，必须等我与法务联合复审。明白，裴总。裴慈，你是不是觉得翅膀硬了，能当我的家了？你要造反！婉婉，是不是你在挑唆？自从你进了门，现在连他们父子关系你都要毁掉。姑姑，甩锅前麻烦照照镜子。2000万不是欢乐豆，你嘴皮一碰就想拿钱，出了问题怪我挑唆。裴家不是慈善堂，更不是你的提款机。够了，裴慈，你今天非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裴莹莹的底细终于查清了。阿慈，先别接了吧，家里闹成这样，哪还有心思谈工作？正因为是工作，所以更要紧。资料全部发我邮箱，离婚协议、银行流水、房产抵押记录一样都不要少。我知道了，辛苦。姑姑，你这些年在国外过得挺精彩啊。阿慈，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外面的人又乱说了什么？是挺姑姑，住在温哥华西区的独栋别墅里，名下好几处房产，离婚时还拿了2个亿的分手费。这种苦，一般人确实吃不。你说什么？哥哥，你听我解释，那不是分手费，是我应得的补偿。我不敢告诉你，是怕你心疼。我看你是怕说出来之后，你那被家暴、被压榨的人数立不住吧？你闭嘴！重点是，他离婚后没安分过日子，去玩地下盘进私人赌局，短短几年赔得一塌糊涂，连现在的房子都拿去抵押套现了。没有，那些只是正常投资。进地下会所买高杠杆衍成品，跟黑庄对赌，也叫正常投资。所以，你这次回来，不是因为想家。哥哥，我是真的想你。我在国外一个人，除了你还能靠谁？所以你就打上了裴家的主意，先装病卖惨，编家暴故事，最后拿一个漏洞百出的项目来套公司2000万，算盘打得够响。我没有，我只是想把钱周转一下。原来真是回来填窟窿了。爸，2000万的事暂时别再提，等我把资料整理完再跟你谈。他不是回来认亲的，是回来要命的。那现在怎么办？他不是最爱演吗？那就给他搭个台子，让他演个够。你是说明天的家宴？同志妈，明天配合我，明天收网，要他的命。陈董，您来了。
哥哥常说公司多亏您撑着，今天一定要多喝2杯。妈，今天真漂亮。以前太给人留脸了，才让人踩到头上。放心，今天我不会再退。嫂子来了，你平时不擅长应酬，我就替你招呼了，免得怠慢客人。是吗？我倒不知道什么时候裴家的家宴需要客人替主人招呼了。嫂子，我只是怕你太累。我带研究生开国际会议时，一天处理的事儿比这复杂的多，招待几位自家朋友还应付得来。裴太太可是苏教授，我们早有耳闻。坐啊。哥哥最喜欢松茸鸡汤里放胡椒，也亏我还记得。嫂子既顾家又顾工作，难免有照顾不到的时候。傅里现在胃不好，医生建议少刺激，所以这鸡汤我特意让厨房没放胡椒。好，还是皎月细心，夫妻过日子，记得住什么不能吃，才是真放在心上。嫂子很会照顾人，不像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很多事都生疏了。既然知道生疏了，就该安分些。裴家的规矩，不是你几句旧情分就能插手的。嫂子，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我只是想帮哥哥分忧。你说的分忧，是擅自改我的画室，还是插手公司投资，搅得家里鸡犬不宁？哥哥，我真的没有别的心思，我只是想陪着你。做事就该有做事的本分，不是你的位置，不要占。阿慈，你这是什么意思？各位长辈、股东，既然人这么齐，那正好有场特别的好戏，请大家一起看。婉婉，你又想闹什么？今天是家宴，跟一个拿裴家当提款机的人比起来，我这点不懂事算什么？各位慢慢看，看完就知道这位裴小姐在国外过得有多辛苦。温哥华西区独栋别墅，多伦多湖景公寓2套，这就是你说的受尽折磨。奢侈品消费，赛马俱乐部会员费。裴小姐，你这苦吃的挺贵呀。好啊，我还以为你受了多大委屈，原来过的是神仙日子，和平离婚，拿2个亿分手费。哼，高风险投资暴雷，海外借贷催收，原来是把钱败光了，回来找裴家填窟窿。裴莹莹，这是真的。这是裴家，不是你撒泼的地方。哥哥，你相信我，这些都是他们伪造的，他们想把我赶出去。伪造？你是不是以为只要哭得够惨，爸就会像以前一样心软？你把裴家当什么？专门给你收拾烂摊子的冤大头？甄婉婉，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裴家的事？我再外，也比你这个披着裴家皮、吸着裴家血，回头还想卷走裴家钱的骗子强。哥哥，他们都是串通好的，国外的东西随便花钱就能作假。几张纸不行，那人呢？既然你说是伪造，今天咱们就当着大家的面掰扯清楚。麦克先生，请您向大家确认一遍，这些关于裴莹女士的资料是否真实有效？所有资料均来自合法调当，离婚协议已由双方律所备案，金额2亿元整，真实有效。他是你们找来的演员，给点钱什么都能演。我是持有国际执照的调查顾问，这里有我的机构资质认证。这家机构我知道，很多上市公司都请他们做背调，绝不可能是草台班子。你不是总说被王家2少家暴净身出户吗？正好我问到了更直接的人证。我是王胜先生的代理律师，王胜先生与裴莹莹女士实为和平分手，不存在家暴。若裴女士继续散布不实言论，我方将跨机究诽谤责任。律师录音也假，调查机构也假，全世界都合伙冤枉你，你真当大家都是瞎子？哥哥，
你了解我的，我怎么会骗你？我在国外真的很苦，我回国不是为了钱，是因为放不下你。是放不下他，还是放不下裴家的钱？嫂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你不能……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打。这20年，我敬你是裴家的人，一次次劝自己退一步，可我没想到，我的体面喂出的是一头不知厌毒的狼。你凭什么打我？你不过是占了裴太太的位置，傅里心里真正爱的……闭嘴！裴莹莹，你不是一直说你为裴家牺牲了一切吗？那今天咱们就把这层画皮彻底撕下来。爸，您是不是以为当年裴家最难的时候是裴莹莹救了裴家？错，答案在这儿。拿开！谁知道是不是作假的？你最好别碰。婉婉，你继续说。当年裴家资金链断裂，您一直以为是裴莹莹赔你熬，可其实这3笔救命钱，第1笔是苏家积蓄，第2笔是我婆婆卖掉婚前房产的钱，第3笔是她砸锅卖铁的首饰和基金。真正倾家荡产救裴家的，从来不都是她，而是我婆婆苏娇月。娇月，这是真的。当年我们已订婚，你不问，我不说，我以为恩情不该挂在嘴边，可没想到有人敢把我的付出偷成他的功劳。不是的，我也是想帮忙，我只是拿那笔钱去国外想办法筹更多的钱回来。想办法？那你解释解释，这是什么？这500万最终流向了你在海外的个人账户，它不是陪你共患难，它是拔了裴家最后的一个氧气管。所以这些年真正被亏欠的人是皎月。哥哥，我是爱你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哎，你也配提这个字？你想拿着救命钱去过好日子，想看着裴家死，我真是瞎了眼！府里，你给我滚！让我滚！裴副理，你凭什么让我滚？凭什么？就凭你骗了裴家20年，卷走公司救命钱，还敢回来继续兴风作浪？骗！你们裴家有什么资格说我骗？如果不是我爸替你爸挡了那一刀，你们裴家早就完了。我爸把命都搭进去了，你们给个姓给口饭就想打发了？既然你们把话说绝了，那我也不装了，我要求分家产。你说什么？这栋宅子、裴氏集团，还有你们名下那些股份，本来就该有我一半。只要我爸那条命在，我就永远有资格站在这里。放你娘的屁！你还有脸提你爸？他要是知道你们母女的所作所为，棺材板都压不住。裴家给你们母女改姓、送出国，哪样不是恩赐？你卷走500万的时候，可没想过你爸的命。你和陈母就是2只喂不熟的白眼狼。你个老东西，胡说八道什么？闹够了吗？裴子，你们敢把我赶出去，我就把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看看裴家是怎么忘恩负义、逼死恩人遗孤。说完了。既然说完了，那就轮到我说。这是律师函。你说什么？司机舍命是道义，不是继承依据。你不是裴家血脉，没有法定继承权，想分一半家产，做梦不想。傅离，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别叫我的名字，我听着恶心。传出去之前，你最好先看看最后一页。非法侵占公司资金，连本带利归还，民事起诉予统治。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家产你分不到1分，但债你得1分不少的还回来。你当年非法侵占的500万，按20年利息计算，你需要赔还裴家5000万。不可能！明天法院见。裴子，冤枉！你们不得好死！来人，给我把他拖出去。走，老实点。裴父子，你一定会后悔的！我不走，这里也有我的份儿！你个贱人！
小月，对不起，是我瞎了眼，是我糊涂。这么多年，我把一个骗子当成亏欠，却让你受了20年的委屈，我真混账！你先起来。小月，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裴副理，我不是不能原谅你，但我现在也没办法立刻原谅你。这些年我习惯了退让，以为那是大度，其实是在疯狂消耗自己。所以这一次，我想先想想我自己。裴莹莹这疯狗果然不肯认输，开始去外面买营销号发黑告造谣了。文章里她成了受苦的白月光，我却成了意图独吞家产的毒妇。他居然敢在网上泼脏水，这手段够脏。他把那天我们赶他出家门的视频剪辑的掐头去尾，配合卖场文案，不知情的网友全被他当枪使了。董秘，今天开盘股价跌了3个点。我知道了，先稳住盘面。看来他这是要拿裴家的名誉和市值逼我们向他低头了。这件事不能再拖了，要不要先联系平台删帖，再让法务发函？现在股价变动，董事会那边已经在施压了。不够，现在删帖只会让人觉得我们心虚。我已经安排法务和公关团队在排查证据了。婉婉，网上的那些恶毒评论你别看，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跟风骂的，你别往心里去。妈，我没事，被疯狗咬一口，虽然不能反咬回去，但我们可以一棍子把他打死。婉婉，网上热闹吗？你换800个号码，我也听得出你这股子绿茶味儿。都什么时候了还嘴硬？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怕。你信不信？只要我再放点料出去，明天骂你的就不止网友了，连裴慈和裴家的公司都得陪你一起完蛋。5000万，只要5000万打到我指定的账户上，我立刻发视频澄清，说一切都是营销号夸大其词。我甚至能替裴家说几句好话，把热度压下去，不然我就继续闹。反正我现在一无所有，烂命一条，拖上你们整个裴家也不亏。你凭什么保证拿了钱就会闭嘴？你可以录音，可以留证据，只要钱到账，我立刻删帖发澄清。要是你们不放心，今天先给我1000万定金也行。好，账户发来，但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筹钱吧。我只给你6个小时，今晚12点前我要看到钱。要是让我发现你们报警或者偷偷查我，明天早上你就等着上更大的热搜吧。6个小时5000万，还附带威胁恐吓，他这是生怕自己进局子后罪名不够多啊。他疯了，他真是疯了。不是疯，是穷途末路了。既然他想玩一波大的，让我们就顺水推舟，送他上头条。公关部、法务部听好：第一，固定全部证据；第二，准备官方说明和证据包；第三，卡在舆论最高点，现在直接全网一次性投放，不给对方任何喘息和狡辩的机会。裴总，法院正式受理起诉书回出，已就位，热度已达顶峰，证据链完美，反转只在瞬间。录音我来定最后版本，那句拖上你们整个裴家也不亏，必须放在最前面。不是喜欢装受害者吗？那就让所有人看看他这副敲诈勒索的真面目。是我眼瞎。很好，财产保全裁定已经下达，因为录音证据确凿，刑事方向正式立案。他这么精于算计，现在是不是已经在逃跑的路上？订票系统显示，他买了今天下午飞温哥华的机票。狗急跳墙想跑，这次看他往哪儿飞。裴莹莹女士，请你配合调查。你涉嫌敲诈勒索、诽谤及非法侵占财产等重大经济案件，请跟我们走一趟。
谢谢你，专姐，是你把我从不幸的婚姻泥潭里拉了出来，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勇气。老婆，下班了吗？裴总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翘班了？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天大的事儿也得先放一放。裴总当然要专心来陪老婆。好漂亮！老婆，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要和你在一起。我也是，能嫁给你，我也很幸运。婉婉、阿紫，快坐，饭菜都齐了。今天这排骨可是你爸亲自在旁边调的酱汁。小月最近在公司主导的新药研发项目刚结节，辛苦了1个月，今天难得休息，我也就只能在厨房打打下手，尽点心意了。妈现在可是裴氏集团中流砥柱的实权派，连爸在公司都得乖乖听您的指示了。我们转转的工作室做的也十分出色，帮助了那么多迷茫委屈的女性找回自我。妈打心底里为你骄傲。谢谢妈。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在一起，就是最好的。1年前的狂风骤雨早已彻底平息，那些谎言和伤害都随风散去。在这个重获新生的家里，我不仅守护了爱人，也见证了属于女性的最美蜕变。未来的日子，我们会一直幸福的走下去。